殿下，太傅回朝了。6年了，他可算舍得回来了。太傅还带了一个人回来。哦，又收学生了。见过太子殿下。6年不见，太傅怎与我如此生疏？6年不见，你已是太子殿下，这东宫之主，未来君皇，君臣有别，还请殿下自称本宫。6年不见，这一见面，太傅就赶着给我上课呢。身为殿下的老师，该当如此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这几年嘘寒问暖之话，我们之后再谈。这次，我是把13殿下接回来。皇兄，这几年你们不会都在一块儿吧？这些年多亏太傅照顾，游说大宁君王多时，我才得以回国与父兄团聚。太傅对小轩可真是用心啊！6年不见，你怎么戾气这么重？你说呢？我在想你，而你却另寻新欢。谢听兰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四下无人。太傅不必再端着了，放松下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怕后来者居上啊，所以得先宣示一下主权。没你在身边的这些年，我脾气不太好。太傅，你只能是我，听到了吗？哼，你着魔了？是啊，想你想得疯了。我其实也想当个好学生的，但前提是太傅不要太招蜂引蝶。否则啊，我可能就一个不高兴，让你3天下不来床。殿下，我来带你回家。谢听兰，你明明什么都有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一次。不会再把他让给你的。我求了父皇恩赐，以后也可以称太傅一声老师了。这事怎么没跟我讲，也没跟你兄长商量？我怕麻烦你们，就自己去说了。难道太傅不愿意？若如此，也罢。当年本来就是你跟兄长一起来做我的学生的，后来算我欠你的。没有，皇命难违，太傅也是身不由己。我不恨太傅当初选我去当质子。我很感激太傅如约接我回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没什么。13殿下说陛下允许他重新做我的学生。重新？是啊，10几年前，我与兄长该都是老师的学生，只叹世事无常，父皇要太傅在你我之间选一个人去他国当质子，而今得归，重入老师门下也是我的心愿。兄长不会不允许吧？你若只是想当他的学生，也就罢了；可若是痴心妄想更多，后果自负。那兄长有这痴心妄想吗？你不过我这不叫妄想，我这叫情投意合。需不需要本宫证明给你看？6年不见，你也是越来越幼稚了。你陪了我7年，又去陪了他6年，在太傅心里，我跟他是不是都差不多呀？你不是还多了1年吗？可他想把那1年补回来，甚至想要更多，我不允许。好啊，小不愿，既然好声好气待你，你不愿，便也怪不得我了。上一次选了他欠我，这一次不会给你做选择的。你越来越过分了，下去，不可以再进一步了。好，就听老师的。其实太傅还想要的是什么，让你理智起来了呢？我萧夫玉可不是你的面首。哦，是我考虑不周。等来日我独揽大权，不用再顾及任何人的时候，必娶太傅为妻。到时候，我们继续未做完的事。太傅，你输了。老了？怎会？太傅在我眼里，永远都貌美如花。我教你这词是这么用的吗？太傅比下我6年不白，这6年没人教我，学歪了。太傅，要不要
重新教一下呀。你如今心性，焉听得进我说的话？是，我听不进去了，因为我只要看到太傅的唇瓣轻动，就想咬上去，什么都不想听。生气了吗？不好了，殿下，13皇子出事了。哦，上午才从这里好手好脚的出去，这会儿功夫，出什么事了13皇子他遇袭了，外头还有人传是，说是本宫干的。正是。他一个质子回国，遇袭，你所谓有点荒唐了。太傅糊涂了，这很说得通啊。因为他要当你的学生，你能教出一个太子，便能教出第二个，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所以对他下手啊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一块去看看。你去做甚？让他对你更加情深意切吗？看来这几年的陈醋腌得有点入味儿。太子殿下，如何？13皇子福大命大，这剑偏了一寸，没有伤到心脉。皇兄来了。你也是够狠的，也不怕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玩死。四下无人，兄友弟恭的戏码就别演，彼此看着恶心。10几年不见，兄长说话还是这般难听。因为你也不屑一听。谢雨轩，你整我可以，但我警告你，你别打他的主意，否则我真的出手，这剑不会偏1分。那便试试看。谢庭兰，我不会再把他拱手让你。你搞错了，当初不是你让的，是他选的，他没看上你。谢雨轩，你想玩呢，我便陪你慢慢玩。谢庭兰，他是你弟弟呀，他在大宁受了13年的苦，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为何就这么容不下他？你都已经是太子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他的苦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母妃有何不满，找父皇去，犯不着每次都一副我欠他多少的神态来审判我。你，母妃，此事已过，不要再提了。这些年，兄长心里也并不好过。从小你就懂事听话，为人着想，可你这个哥哥，儿臣就不打扰母妃与弟弟嘘寒问暖了，告辞。兰儿，明日你就跟你父皇自荐去做质子，知道不？为什么不能是谢雨轩？他是你弟弟呀，你怎么舍得？我也是你儿子，又是怎么舍得？林雨会生病的。父皇让太傅在我和雨轩2人之中选一个去当质子，太傅会选我吗？看心情，他打你，你不会躲呀？多大个人了？这样你才会心疼我呀。自己敷。你不帮我，我就不服，就这么肿着疼着就是。若连太傅都不在意我了，这个世界上我也没什么好在意的了。行，我在意，我无法忍受你这巴掌里有害观瞻。萧夫宇，说，谢谢你选了我。殿下见谅，陛下口谕，13皇子遇袭之事未查清楚，殿下无诏，不得离开东宫半步。怎么还弄得被关起来了？需不需要我帮你？不用劳烦太傅了，我只是想让谢雨轩得意一下，免得总是觉得我欺负他。只不过他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刚回来就能摆我一道。老师这6年对他也悉心栽培了吧？我知道，老师金盆洗手想当个好人，当年自觉的也亏欠了他。可是吧，有时候还是当个坏人好啊，免得里外不是人。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对你太纵容了，一句话骂2遍？我只是担心他对你下手，而你没摆正好态度，着了他的道。你说的对，金盆洗手之前，我是个坏人，什么阴谋诡计没玩过。你觉得我会玩不过谁？床上，太傅就玩不过我。太傅是有谋略，可一到床上骨头都软了，我怕他把你吃了。记住了，离他远点。殿下，13皇子求见。哟，上赶着来看笑话？我回避一下。不用，我们光明正大就好。让他进来。谢庭兰，轻点。谢庭兰，你干什么？
看什么看？我与太傅两厢情愿，乐意做甚便做甚。是不是他强迫你的？我带你走。谢宇轩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13皇子，我与太子殿下就是你看到的这本《他情5愿》。谁人不知我萧父玉不愿之事，谁能强迫？那你对我的那6年，只是亏欠的弥补。既然你已回来，我们之间便已结束。结束不了。萧父玉，你就对我狠到底。一开始就别想救我，温柔一边抛弃。你当我谢宇轩是你的玩偶不成？不是的，谢宇轩谁都不能拿捏。谢霆兰不行，你也不行。人走远了，还看？他看上我哪一点？我改。小孩子打2下就听话了。我觉得你应该被打2下。你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，还咬我。那你咬回来。萧父玉，我该恨你的。太傅，为什么你选他留下，世子他过？你知道我要面临什么吗？太傅，我不想去。对不起，但我答应一定会来接你回去。多久2国协议，13年后我来接你回国。我恨过他，是因为他留下了谢霆兰，抛弃了我。他过多年，我受尽羞辱，而谢霆兰得他倾心照顾，多么不公！再见萧父玉时，我真想一刀子捅进他心口。可6年相处，我国皇子哪怕来当质子，也不是谁都能欺负他。接下来的6年，我陪你。其实我也知，真正抛弃我的是我父皇。13年之子，他陪我6年，应该也是心里有我的吧。萧父玉，让我绝望，又给了我希望，如今又让我失望。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只能听从选择的谢宇轩吗？不，我要你没得选择。太傅心情不错呀，伤好了？皮外伤，不足挂齿。太傅今日可想好要教我什么？那就先教殿下尊师重道吧。哦，那太傅开始吧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这句话，你对谢霆兰说过吗？你这是上课的态度吗？是啊，只不过是来给太傅上课的。这味道，太傅闻着可舒服。谢宇轩，你敢碰我？谢霆兰碰的，我为何碰不得？从小就是，他有的我也要有。太傅放心，我不嫌你脏。殿下不是在禁足吗？太傅他在屋里给13皇子上课呢。滚开！太傅，你怎么了？他干了什么？下了药，喘不上气。谢宇轩，我知道你狠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无耻。你还知道羞耻？你不是一样也对他为所欲为吗？男神，先把他给本宫关起来！谁敢动？我是皇子。再则，谢霆兰现在还是戴罪之身。动你如何？皇子又如何？谢宇轩，他若有半点闪失，我杀了你！拿下去！谢霆兰，你个混蛋！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让你小心他，你偏就不信，妄自托大。现在好了吧？阴沟里翻船了吧？谢霆兰，你在念叨什么？太傅，这次可是你主动的了，阿玉。谢霆兰，不行了，歇会儿。好，歇会儿，再继续。呼醒他。谢霆兰，
谢雨轩，其实我并不欠你什么。小时候你为了夺母妃的爱，多次损我，我都不计较，因为我不在乎一个不爱我的人看我的目光。这次回来，你想得势，我便也让你得势了。但是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，我便不允许他受一分委屈。自始至终，我都不敢强迫他，你又怎么敢？如果当初不是你去找他，怎么会选我留在他身边？时至今日，他爱的总会是我。谢雨轩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了好大的委屈啊？就你这副只会怨天尤人的样子，你指望他选你，你错了。他不是个悲天悯人的人，谁不知道太傅萧富玉坏事做尽，后来突然想当个教书先生，父皇便让他从我们之中挑一个。他为什么挑我？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是个仰仗他人鼻息、四处讨好人的孬种，所以他注定不会选你。谢雨轩，他肯去陪你6年，已经是天大的仁慈。兴许就是那时候想做好人的片刻心动，你应该知足的。可你从来呢，就是不知足。你等他恢复过来亲手碾碎你所有的幻想，让你知道你到底有多可笑吧。谢庭兰，有种，你直接杀了我呀！那多没劲。太傅这身子养好了，看着你就不好了。我弄疼你了。饭菜准备好了，吃点吧。累着太傅了，多补补。谢庭兰，你我之间，我会尽快给你个名分的。大业未成，这事你别说出去，我不介意。那有了一次，能有第二次吗？其实还是挺舒服的，不是吗？太傅，何必忍着呢？吃饭，吃完饭，我去见他。好，我在这等太傅，需要我杀人，你喊我一声就是。杀人这种事，我需要喊你代劳吗？这不是怕你下不了手吗？你来杀我的。若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性，你连在这里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其实我也好奇一件事。说。在我记事起，就一直听说太傅心狠手辣，可我见到太傅的第一眼，你眼中是温柔的。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从良的。一个少年，一个弟弟算计，母亲厌恶，父亲无视，举目无亲在喂兔子的少年。谢庭兰，他说他想当个好人，能否就能得到爱呢？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便也想试着当个好人，看看有没有人爱我。结果呢？确实有啊，有他，还有我。太傅，你为何不能选我一次？因为我没有看上你。胡说！如果当初你选了我，如今他所有的一切就都是我的，包括你。谢宇轩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是你父皇把你列入了当质子的名单中。你要恨，就恨你父皇；你该恨你出生无能，只能被人做选择。而我萧父与横竖是要负一人，那只能负我不爱之人。不爱之人。是，我萧富玉就是这么自私。我萧富玉向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不会是谁绝望中的曙光，包括谢庭兰。而你真的看透我了吗？我可以这么告诉你，你喜欢的是满腹柔情虚伪至极的萧富玉，而他谢庭兰，他喜欢的就是我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你想说，我就是在自欺欺人？你欺我之事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什么两不相欠？你我之间就该不死不休！你干什么？看吧，你还是在乎他。
谢天兰，快救太医！你说，他们两个怎么了？走了。谢听兰请旨废了自己储君之位，太傅也辞了官职，两个人就这么手牵手走了，简直有辱斯文啊！撇下我走了？他们是不是觉得离开皇城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双宿双飞了？其实早就想撇下一切，毫无忌惮的跟阿玉厮守了。不后悔。看到谢雨轩那样爱而不得，我就无比的偷喜，也更加珍惜阿玉。我名下财富万千，够我们挥霍几辈子的了，又不用管朝堂风波，又可以日日夜夜与阿玉厮守。我要后悔是吗？我有点后悔。阿玉，日日夜夜我受不住。我多给你补补。两位公子，后面是不是有熟人啊？我还是弄死他吧。把人丢远点。哥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只求留在你们身边，我看着他就好。你上次打太狠了，这都傻了，还叫你哥？还是杀了吧。谁来？还是我自己来。